欢迎回来。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周三穿航台湾海峡，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的第4次。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对于此次美舰在台海活动，中国军方的回应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与此同时呢，美方继续在南海搅浑水，妄图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南海局势来之不易的向好局面，究竟能否得逞？来看看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周三表示，当天美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美舰此举向台独传递错误信号，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战区部队将严密防范警戒，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忠实履行担负的职责使命。同一天，美海军则在一份声明中声称，麦凯恩号穿航台湾海峡，证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但路透社在报道中则提到，此时正值解放军向台湾附近空域派出更多军机、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之际。外媒呢，可能这个猜疑的成分更大一点，当然也不排除美国的这艘导弹驱逐舰有想就是抄个近路在这个南海方向呢，看看就是人民海军的这个航母编队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科目的演习会有什么样的舰艇的配备，以及和陆基的这些兵力的这些联合的演训的情况。麦凯恩号此次穿航台湾海峡，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美舰第4次执行类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在此前3次的新闻稿中，对于美舰的行动分别使用了美方此举是其混合操控台海局势的故伎重演，蓄意制造紧张因素，干扰地区和平稳定。美舰此举人为制造台海风险因素，刻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以及美舰行为传递错误信号，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表述。而此次中国军方则是明确点出，美舰此举是向台独传递错误信号。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军舰艇穿航台湾海峡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以及中美海军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但美舰在穿航台海时通常伴随着高调炒作，具有挑衅意味，会给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以一种可以挟美自重的错觉，进而加剧本区域的紧张。就在麦凯恩号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就无理声称，美国对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持续不断的所谓恐吓行动深感关切，美方有能力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所谓胁迫。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反问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乃至全球范围内，到底是谁在恐吓和胁迫？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我想问的是，难道中国军舰是去墨西哥湾耀武扬威了吗？赵立坚强调，美方应该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要采取越线玩火的错误危险做法，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自身利益和台海和平稳定。中国从来无意恐吓谁，但谁的恐吓也不怕。中国也不想胁迫谁，但谁的胁迫也没用。中方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关于中方渔船在南沙群岛牛轭礁作业避风情况，中方近来反复重申，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该礁及其附近海域向来是中方渔船的重要作业区和避风点，中方渔船在那里作业避风合理合法。有关方面将中国渔民称为所谓海上民兵，这种说法别有用心。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在这一问题持续胡搅蛮缠，妄图混淆视听。美国国务卿3月底曾在社交平台声称，美国将和菲律宾站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发表声明，提到美国将和菲律宾一同关注牛轭礁附近的所谓民兵船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以所谓海上民兵威胁挑衅其盟友的行为。周三，普莱斯还发出警告称，对包括南海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发动
动的武装袭击，将触发美国在美菲相互防卫条约中承诺的义务。美国在南海的问题上是在故意的，就是混淆是非，然后呢制造矛盾，然后呢在南海兴风作浪，来达到就是美国的这种利益。他的利益就是让南海周边的国家相互的去斗相互的去发生争端和冲突，美国呢坐山观虎斗。此外，近期不断有美国政客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煽动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周二，普莱斯在记者会上暗示说，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考虑联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随后，多家美媒以此为题进行广泛报道。但会后，普莱斯又发推暗示说自己的说法被误解了，可他也没有直接否认联合抵制一事。在造成信息混乱的局面后，美国务院当天让另一名官员出面澄清说，美国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没有也不会与盟友讨论任何联合抵制。该官员所称的美国立场是指今年3月，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尚无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计划。4月2号，普萨基又表示，美国奥委会将在拜登政府的最终决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奥委会则在随后回应称，抵制行动已被证明将对运动员产生负面影响，且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性问题。事实上，自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就是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在3月23号，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线上论坛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凯利·阿特伍德被问及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时，他认为前后两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部分相同，那就是对抗与竞争。At the end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when it came to their framing on China, we're going to take them on. We can't afford to work with them on anything. We're going to use all the rhetoric we have to make them look like the bad guys on the world stage. 不过，阿特伍德也指出，拜登与特朗普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国务卿布林肯提到的合作。但这一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实际的行动，因为拜登政府知道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要对中国继续施压，不能一开始就太过合作。对此，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知名学者马凯硕就公开呼吁美国尽快拨乱反正，改善美中关系。他认为，拜登政府面临继承特朗普政府对华示强政策的巨大风险，这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回顾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既未给中国造成明显损害，也未提升美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更未达到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的企图。对于拜登政府应如何加快调整对华政策，马凯说提出4点建议，包括为中美地缘博弈按下暂停键，重新评估和调整错误的对华政策，停止对华指责攻击，以及逐步建立正确理性的对华认知。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吕翔认为，在中美关系中，中方的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就是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拜登政府执政后，对华关系一方面还未成型，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牵制，所以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关键还在美方。对目前的拜登政府来说，我们看他们公开宣布的是中美关系中间存在着合作、竞争乃至对抗这3个方面的这个领域，3个方面。那么这3个方面，美方如何权衡？我们还要期待它有一个理性的一个平衡过程。